韩国最近流行了一个新职业，叫背米客，专门跑到我国买大米，然后拉回国再高价卖出去。前段时间有个韩国思密达因为拿的忒多了，被要求减重，结果当场破防，大闹机场的新闻。我是呢，韩国好歹也是个发达国家，咋的啊？难道发达国家连大米都吃不上吗？为啥要来我国这买粮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，与朝鲜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144万人。继吃不起牛肉、吃不起白菜后，韩国思密达又搞出了个新吃不起的东西——大米。有人就觉得大米有啥了不起啊？它几块钱一斤。事实上，除了咱们国家外，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粮食的价格呢，一直都是比较高的存在。尤其是韩国，咱们这儿卖4、5块钱一斤的大米，在韩国呢1公斤就卖到3到6美元，换算下来，最便宜也是20多块1公斤，最多甚至能达到50块钱。这两个价格比起来，就能发现里面庞大的差价，以至于韩国涌现出了不少的背米客。说白了，就是一群二道贩子，把我国大米拉到韩国卖，赚差价。而且看起来呢，非常有利可图。按最多能携带的重量，就算它50公斤，那么这么一个来回呢，能赚2000。而且很多韩国背米客为了节省点费用，都会跑到青岛买米。因为青岛飞韩国不仅票价便宜，而且时间还短，最多也就1个半小时而已。要是一个月勤快点，来个4、5次的话，轻轻松松就能月入过万。韩国人费尽心机的跑到我们这儿买米，除了是因为有利可赚之外，另外呢，也说明了韩国人确实吃不上大米。韩国作为美食荒漠，他们的餐桌上最常见的除了泡菜之外，另一个就是方便面了。韩国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把小菜当主菜，把方便面当主食的国家了。不过这也没有办法，韩国情况大家也都清楚，人多地少，1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才约1.5万平方公里的耕地，算下来呢，韩国人均耕地面积才0.5亩，这么大点地方要种粮食，要种蔬菜，还得养牛啥的，根本就不够吃。种出来的粮食呢，也就够权贵吃，但普通人也不能饿着肚子呀。人要是没饭吃，总会闹出点什么事儿来，那怎么办？好在日本出了个速食拉面，也就是俗称的方便面，使用简单快捷，而且还具有充饥耐饿的效果。韩国人一看这个东西好啊，完全能代替大米，立马就成为了韩国人的主食。就这样，韩国不仅引进了方便面，同时韩国政府还在国内不断的宣传，鼓励民众大家都不要吃大米了，要多吃点方便面。你看方便面用热水一泡就能吃，以后泡菜一起吃，还能放点年糕，芝士煮火锅吃，反正大什么都是绝配。那时的韩国人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，心想着能填饱肚子就行，哪里还会想什么我就是要吃大米，我不吃方便面。当然，方便面的流行呢，也确实缓解了韩国的粮食危机。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，韩国人兜里也有点钱了，也就想换换口味。说实话，韩国的粮食背包客不仅会背大米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也都是通过这种办法运输到国内，比如说辣椒、芝麻、花生之类的。但问题是，如果说韩国缺这些东西，自己又种的少，那就稍微进口一点不就行了吗？怎么就让这些二道贩子钻了空子呢？其实不是韩国政府不想，而是不敢。而原因呢，就是韩国的农协，韩国农民种啥、种多少，甚至价格卖多少，基本上都是农协说了算。这玩意儿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把普通的农产品打造成奢侈品，然后高价卖给本国人。不仅如此，为了保障自己价格的稳定，他们还规定能进口国外农产品的数量超过这个数量，那就直接拉高关税，最高甚至拉到过夸张的513%。而且要是有谁敢提出多进口国外产品，农协第一个不答应。这时候，就农民开始上街，用骂街、自残等行为来进行抗议。在这种操作下，韩国很多农产品的价格自然也就居高不下。那想吃大米的韩国民众怎么办呢？自家买不起，那就只能买二道贩子的了。既然韩国农产品卖得这么贵，难道韩国人就没怨言吗？韩国农协当然也考虑过这种情况，于是推出了深土不二的说法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本国生产的东西它是最屌的，进口的都是垃圾。吃国产粮食，享尊贵人生，在国内大搞民族主义，让国民为他们买单。关键吧，韩国人还真就吃这套，一边吃着人为制造的高价食物，一边还觉得自己很高贵。这种迷之操作，也就只有韩国人能做得出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的小手赶来点赞、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